晚清的军队，湘军骁勇剽悍，闻名天下。名将鲍超、江忠源、李旭斌、曾国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比如鲍超身上足足有108处伤疤，可以说战功赫赫。江忠源曾经击毙过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，李旭斌和曾国华等人也曾多次在战斗中大败太平军。同湘军比起来，淮军的存在感就没有那么强了，但是并不代表着淮军就缺乏骁勇善战的名将。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就是一位淮军的猛将，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就杀了9位太平天国的将领。咸丰11年2月19日9时深夜，安庆城北3里之外，壁垒森严的湘军大营一片黑暗，官兵早已熟睡，只有营门处几盏微弱的灯火和强打精神的守夜士兵。突然旷野之上，马蹄声远远传来，渐渐看清了这群不速之客的样貌。众人头束红巾，肩披长发，果然是太平军无疑。太平军众人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纷纷立于营门之前。为首之人飞速下马，将手中长刀置于路中，声嘶力竭地大喊道：“我乃程学启，前来归降九帅，只因后有追兵，不得不携带武器。要是信得过我，请立即打开营门；如若不信，请速速开炮，以免我等死于贼人之手。”正在营内休息的曾国宝被营外喧闹吵醒，闻听程学启3字，不禁惊喜交加，赤脚一路狂奔至营栅之前，确认身份后，立即下令开门，将逃命众人接入营内。而尾随的太平军见追击无望，也不敢贸然闯营，只能叫骂着悻悻而归。虽是惊险无比，总算转危为安。湘军大营之中，劫后余生的程学启回望远处安庆城模糊的轮廓，他知道人生至此已无回头路可走。只是黑暗之中没人发现，他血红的双眼却写满了无奈与不甘。程学启，安徽桐城人，自幼丧母，由族人程怀栋之母养育成年。其人年少时不喜生产，好谈兵事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，既不愿寒窗苦读求取功名，也不肯在田间地头耕种劳作，却经常在乡里之间舞刀弄棒。而这种对行军打仗的憧憬，其实与忠君爱国并没有多大联系，无非少年人的青春冲动而已。1853年10月间，太平天国西征攻克桐城，适逢安徽大旱，皖北赤地千里，农民颗粒无收。太平军兵锋所至，大批食尽草根树皮无以为生的饥民纷纷揭竿响应，络绎来投。而正在家中游手好闲的程学启也跟随这样的革命浪潮，成为了太平军的一员。当然，和那些从紫金山区一路披荆斩棘浴血而来的两广老兄弟相比，中途入伙的程学启对太平天国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附，所谓拜上帝教的信仰更是无从谈起，而这也为他此后人生轨迹的转变埋下了伏笔。初入太平军，程学启立英王麾下，因其勇猛善战，甚得陈玉成赏识。南征北战之间，屡立战功，累进至避天玉之爵。后随寿天安叶云来驻守安庆，业以其为宛人，人地相宜，对其甚为倚重，特以自己妻妹书城高崇善次女配之为妻，待陈以为心腹。1858年，湘军攻克上游重镇九江后，随即水陆齐发，沿江东下。1860年，兵临安庆。其实，安庆为天津西面最重要的屏障，也是保证首都水陆交通畅通和粮食补给的重要基地。天津安危均系此一城得失。围绕安庆的争夺，湘军与太平守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血战，而程学启率兵驻守北门外营垒，此处为安庆北通集贤关，联系桐城之陆路要冲，因而战况尤为激烈。程学启骁勇善战，又足智多谋，
湘军攻城多日，却不得寸进。正当曾国藩一筹莫展之际，谋士孙云锦献上了一条妙计。原来陈学启养母位在安庆，湘军辗转寻得其人，拿他亲儿子的性命作为威胁。学启不降，且诛儿子为动，逼其偷潜至安庆城外太平军营垒，劝降陈学启。养母无奈，化妆成乞丐，混入北门大营，找到陈学启后，伏地痛哭不起，为求养子救命。对陈学启而言，养母含辛茹苦将自己养育成年，可谓恩重如山。如今其子落入湘军之手为质，自己若不就范，性命堪忧。而此时安庆城已是山雨欲来，陈学启也有些意志动摇。但太平天国对自己也有知遇之恩，主帅叶云来更是视其为手足兄弟，就这样背上忘恩负义、叛国投敌的污名，总觉得又有些不妥。忠孝之间，陈学启举棋不定，彷徨难决。但正在他犹豫之时，顶头上司安庆主将叶云来却不知从何处获悉，最近有丐妇出入陈学启大营。其实安庆战雨密布，叶云来对城内城外的风吹草动相当敏感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闻讯立即遣人带令旗召陈学启入城觐见。陈学启自知事已败露，心中暗道不妙，如若此时入城，单凭隐瞒养母入营劝降一事，就难免身首异处。生死关头，陈学启索性把心一横，连夜召集手下心腹82人，弃营向北，投奔湘军而去。但转投湘军的陈学启并没有取得曾氏兄弟的信任。彼时九帅曾国荃在安庆城北设有长壕2条，内壕防安庆守军突围，外壕则据英甸太平军救援，湘军营垒均置于2壕之间，而唯独将陈学启1000余人的部队摆在内壕之外的开阔地，没有城内太平军杀出，城部必首当其冲。不仅如此，湘军每日供应饭食都是算准人头，用特长的竹竿高高挑过壕沟，送进他的营寨中，其余饥寒不管，生死自负。背上降将的名声寄人篱下，却被时时提防。太平军又对其恨之入骨，身败名裂，还里外不是人。此中况味殊难品尝。陈学启日间浴血拼杀，晚上则躲于帐内暗自垂泪。而叶云来闻听曾经最器重和信任的将领叛逃湘军，更是勃然大怒，竟下令将安庆城中陈学启的妻儿斩杀，并将首级悬于城楼之上示众。至亲遇害，存亡又只在旦夕之间，强烈的仇恨和对生存的渴望，让陈学启将心头背叛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点愧疚完全放下。正义与否已不重要，唯有用手中的刀毫不留情地劈开阻碍，才是人生的出路。暗无天日的煎熬之中，曾经任侠上气的少年郎慢慢变成了嗜血的恶魔。安庆城和湘军壕沟间狭窄的土地上，杀戮与被杀仿佛永无止境，尸山血海和枪林弹雨构成的人间炼狱里，陈学启麾下人马也逐渐形成了格外坚韧和凶狠的作战风格。而这批夹缝求生的亡命之徒，便是日后大名鼎鼎又臭名昭著的陈学启开字营班底。从此之后，陈学启及麾下部众每战争先，悍不畏死，既为生存，也为取信于湘军。而其杀伐果决无情，对曾经的同袍战友手段狠辣，甚至超过湘军。其后，陈学启向湘军献学弟攻城之计，攻陷北门外护城3垒。1861年8月，安庆城垣被地雷所毁，陈学启身先士卒，奋勇攻入城中，重镇安庆陷落。历时17个月的漫长鏖战，湘军终于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，而陈学启的表现也获得了主帅曾国藩的信任，为其奏请3品游击之职，麾下1000人得以自立，即为后来陈学启开字2营。既加官进爵，又得湘军主帅赏识，
想来陈学启终于苦尽甘来，实际却恰恰相反，因其此前为太平军作战，杀戮湘军甚多，此时作为降将，自是遭人记恨，尤其是安庆后还因军功受赏，更加惹人眼红。因此陈学启在湘军的岁月绝对没有想象中那般春风得意，反而是时时小心，处处谨慎，唯恐遭来无妄之灾。但不久之后，湘军攻克三河镇，曾国宝为报1858年湘军惨败此处，胞兄曾国华殒命其间之仇，下令屠城。陈学启良心发现，出面阻止。最后三河虽幸免于难，却与曾国宝反目，此后在湘军之中更是举步维艰。转机出现在1861年冬天，上海被李秀成大军所围，形势日益急迫。当地乡绅向曾国藩泣血乞师，曾国藩准备安排胞弟曾国荃率集字营前往救援，无奈此时九帅正厉兵秣马，准备攻打天津，以成不世之首功，自是不愿东援上海。曾国藩转而向学生李鸿章商议，李欣然应允，并开始着手组建淮军。1862年初，淮军已初具规模，曾国藩唯恐其兵力单薄，又从湘军之中抽调10数营人马为其扩充阵容，而陈学启的开字2营即在被划拨之列。听闻将奔赴上海，起初陈学启内心十分拒绝，暗忖自己在湘军中受人排挤，才被故意安排到偏隅之地送死。殊不知由湘军转隶淮军，他的人生才算是真正出现转机。首先，淮军出城，各营将领与其并无夙愿或过节，而且军中多为皖人，同为安徽老乡，多少会因为地域的缘故而天然亲近。而且此前说过，开字营将士均是尸山血海中磨练出的亡命之徒，打仗时格外悍勇，也为陈学启的出人头地创造了条件。随淮军由上海起兵开始，陈学启于漕河境初露锋芒，虹桥又小试牛刀，新桥血战听王陈炳文，青浦更是悍不畏死，率先抢登城头。上海周边连场血战，开字营于淮军中脱颖而出，也为主将陈学启积累了足够的军功和升迁资本。1862年10月，陈学启以总兵预缺提奏，并加记名提督衔。此后淮军转战苏南各地，陈学启更是屡立战功，也渐渐获得了主帅李鸿章的赏识与信任。攻取常熟、昆山之后，清廷论功实授陈学启江西南赣镇总兵，以提督记名，并予一品封典。封典虽是虚荣，但从一品的提督，却是当时太平天国所有降清将领之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。要知道，太平天国最高级别的叛将国宗韦俊1858年率3万人归降清廷，也仅获3品参将之职，终其一生也不过2品总兵。靠着对太平天国的杀戮和围剿，叛将在淮军中如彗星般迅速崛起。站在1862年初冬的寒风之中，陈学启却倍感温暖，似乎人生的春天也即将来临。在淮军之中不到2年便功成名就，为报李鸿章的提携之恩，陈学启作战更为勇猛。身为叛将的他似乎忘记了曾经太平军的出身，对待曾经的战友没有一丝怜悯与手软，甚至比真正的清军还要狠辣。1863年，淮军相继攻陷常熟、太仓、昆山等重镇，兵锋直指忠王李秀成的大本营苏福省的首都苏州。此时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正陷于湘军的重围之中，洪秀全严令李秀成率兵入京擒王，忠王无奈，只得将山雨欲来的苏州城托付给亲信穆王谭绍光指挥。当时苏州城中共有守军4万，除穆王谭绍光麾下1万人外，其余兵马均掌握在纳王告永宽、康王汪安军等8名将领手中。眼看太平天国大厦将倾，而苏州战事又持续低迷，
高永宽等人便与曾经的太平军叛将，现在的淮军总兵陈学启暗通款曲，谋划献城投降。1863年12月5日，穆王召集众将议事，会歼8人突然发难，毫无防备的谭绍光被刺杀，随即8人打开苏州城门请降。但降清之后，8位叛将却通过陈学启向李鸿章提出希望保留20营兵力，并仍然驻守苏州6门中的4门。面对高永宽等人的无理要求，李鸿章向陈学启征求意见。一则陈学启是负责谈判的中间人，二来作为太平军降将，陈学启与高永宽等人相熟，对投降诸将的人品秉性也比较了解。陈学启既不愿众人挟献城之功在淮军中突然冒起，从而掩盖自己的风头，同时也觉得高永宽等人心狠手辣，难以控制，如不同意这些人的要求，可能会再次变节。于公于私，陈学启都认为让高永宽等人继续活着必然后患无穷，便向李鸿章建议请诛8人者以定乱。李鸿章其实心内早有定论，二人相视而笑，不谋而合。随即于12月6日归降大典上设宴款待高永宽等人时，由事先埋伏的刀斧手突然杀出，将8名降将乱刀砍死。鸿门宴之后，为防高永宽等人的部下哗变，在李鸿章的授意之下，陈学启带人血洗苏州城，将2万多手无寸铁的无辜太平军降卒尽数斩杀。背信杀降之后，陈学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纵兵在苏州城大肆劫掠。这个从安庆地狱中活下来的魔鬼，将苏州又再次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而在苏州无数死难者的哀嚎声中，刽子手陈学启却平步青云，因公受一品封典骑尉世职，赏穿黄马褂。攻克苏州之后，淮军又继续向浙江用兵。1863年年底，陈学启领兵直扑嘉兴。嘉兴城下，陈学启一如既往的彪悍，开字营也是始终如故的凶顽。但城内守军在荣王廖发寿的率领之下，负隅死守，淮军奋力攻城1月有余，虽连破城外太平军10数座营垒，毁去炮台20余座，嘉兴城看似摇摇欲坠，却又始终顽强不倒。耗时弥久，却寸功未尽，陈学启的暴虐本性被彻底激发。1864年1月24日，其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发起总攻。攻城过程相当艰苦，陈学启数次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，数次已经抢占城头，又数次被太平军逼退城下。28日，开字营副统领总兵何安泰与杨教练贝雷携带大炮由中路轰城，嘉兴城墙被轰塌10余丈缺口，淮军众人截舟围桥渡河攻城。城头太平军以洋枪火炮奋力还击，何安泰率众冒死攀爬上城，却被流弹击中，当场毙命。何安泰是跟随陈学启一起由安庆降清的开字营元老，闻听爱将阵亡，陈学启攻城更急，督兵死战。2月18日，陈学启悬赏重金，募得死士数百，并再次带队向城垣缺口猛攻，太平军亦死战不退，在溃口处组织2000余人，以洋枪轮番射杀敢死队，一时之间嘉兴城下血肉横飞，死尸整齐。枪林弹雨之间，陈学启仍然像安庆城下一样悍不畏死的前冲，只是这次命运之神没有再次眷顾他。眼看城池将陷，陈学启却被击中，子弹由太阳穴射入，贯穿颅脑，当即鲜血如注，脑浆崩流，重伤倒地不起。1864年2月19日，嘉兴陷落，在淮军的欢呼声中，陈学启带着对人间的无限眷恋和锦绣前程的美好憧憬，不甘地合上了双眼。这个出身太平军的叛将，这个因为剿灭太平军而迅速发迹的狠人，这个双手沾满太平军士兵鲜血的亡命之徒，最后还是死于太平军之手。